随着南方小土豆的北伐开始，哈尔滨的热度就一直高居不下。不管是本地人都没见过的特色表演，还是城内的欧式建筑，都令人感到目不暇接。然而，在这些欧式老建筑的背后，却存在着一段只有老一辈人才懂的屈辱史。中东铁路实际上并非是去中国和中东地区的铁路，而是一段由沙俄修建的铁路，以哈尔滨为中心，东到绥芬河，西至满洲里，南边则是蔓延到了大连旅顺口，全长大约为2400公里。在地图上来看，呈现一个大大的丁字形。1891年2月，中国北边还是沙俄，他们正在修建西伯利亚铁路，那个时候就在筹划着把铁路修建到中国境内。到了1895年秋天，沙俄擅自派人来到中国境内勘察路线。当时的清政府虽然派人阻止，但没有让沙俄的动作停下，反而被沙俄要求放行无阻。直到甲午战争的爆发，清政府赔偿巨额赔款，元气大伤，无奈只能请求沙俄援助。沙俄趁此联合法国成立了华俄道盛银行，并赋予了这个银行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的权利。清政府眼下有求于人，自然是敢怒不敢言。为什么一条铁路会让沙俄如此在意呢？为了成功修建铁路，沙俄又做了哪些呢？中东铁路正式修建，众多俄式建筑在哈尔滨因它拔地而起。沙俄对中国东北地区窥探由来已久，如果能拥有铁路的控制权，他们就能借此快速增兵，扩大在东北的影响力，更是想依靠铁路将势力延伸到甘肃等内地地区。1896年，中国派李鸿章远赴俄国给沙皇祝寿，在此期间，双方签订了中俄密约，其中就肯定了沙俄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权利。在这之后，这条铁路被沙俄取名为满洲铁路，但又在李鸿章的干涉下改名为大清东省铁路，想以此宣布铁路的主权。1897年，铁路正式动工，直到1903年才竣工，并全线通车。与此同时，沙俄为了更好掌控中东铁路，还在哈尔滨修建了一批建筑，目的则是方便工作人员日常工作安排。例如1904年修建完成的中东铁路管理局，就是沙俄控制中东铁路的工具之一。同时，为了能够使用武力控制铁路，沙俄还特意派遣了一支护路军队，并修建了外阿穆尔军区，位于西大直街33号，是当时沙俄护路军的司令部。如此明目张胆地在中国境内驻军，修建司令部，也看出了当时沙俄想要吞并东北的狼子野心。那么这个铁路最终的结局是如何了呢？1917年10月革命的爆发，让沙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与此同时，俄国对于中东铁路的掌控力度也急速下降。中国也在1920年将这条铁路正式命名为中国东省铁路，即中东铁路。再到1922年，中国政府与苏俄远东共和国签署了协议，其中明文规定了中国对于中东铁路的掌控权。此后，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，铁路的归属权又发生了变动，在1945年变为中苏共同管理，同时更名为了中国长春铁路。但在1952年中苏谈判后，中国终于完全掌握了这条铁路的主权。彼时的中国已经站起来了，不再会允许任何势力来侵犯自己的主权了。如今这条铁路仍在运行，除了增加哈尔滨特色历史价值的同时，也在提醒着国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。